大家好，我係美墨。好啦，今次我哋就比較4部而家喺網上面揾到大概都係2000至到3000蚊呢個價位嘅手機，邊一部機出到嚟嘅效果最好咧？最貼近一部旗艦機嘅表現呢？長話短說啦，今次呢4部機嘅價格係由最入門嘅 CMF Phone 2 Pro 係大概2000蚊，而佢反而係呢4部入面唯一有遠焦鏡頭。Poco F7 就視乎你揀咗嘅硬件配置，佢係大概2000中左右嘅價位，而 Honor 400 Pro 啦，同埋 Samsung 嘅 Galaxy A56就大概係3000蚊左右嘅。好啦，咁我哋直接入主題啦。今次4部機嘅外觀設計當中 ，Honor 400佢係應用一塊6.55寸全平面嘅熒幕，對比之下會比較明顯感覺到佢係比起6.7寸熒幕嘅 A56啦、6.77寸嘅 CMF Phone 2 Pro 同埋6.83寸熒幕嘅 Poco F7 係明顯細一截嘅。反而佢嘅熒幕邊框 Poco F7 同埋 Honor 400都係做到一個極窄熒幕邊框，一個極高屏佔比嘅一個視覺衝擊嘅。而喺 A56同埋 CMF Phone 2 Pro 都冇做到各自品牌最窄邊框嘅一個等級。但係整體嚟講，如果呢個唔係一個完全你去決定入手一部手機嘅唯一嘅考慮因素嘅話，歡迎繼續睇呢條影片。咁今次喺機背嘅設計，喺 Poco F7、Honor 400同埋 Galaxy A56都係有應用咗金屬嘅邊框同埋玻璃嘅機背，而 A56有支援 IP67嘅防塵防水。反而喺小米嘅 Poco F7 係有直接上咗 IP68 防水，亦都代表呢兩部機係可以完全浸喺水入面操作，係冇擔心嘅。反而喺 Honor 400支援 IP66 嘅防塵防水6呢一個等級就唔可以完全浸落水入面操作啦，而佢可以防止到一定壓力程度嘅水柱噴射。最後 CMF Phone 2 Pro 係4部入面唯一冇用到金屬邊框同埋玻璃機背嘅，咁成個機背都係塑膠物料，但係佢唔同顏色會有唔同嘅質感同埋呢個 Jewel Tone嘅設計。防水上面有支援 IP54 嘅等級，都係一啲生活基本嘅防水。反而係佢係4部入面唯一有支援雙卡雙待加 MicroSD 3選2嘅配置，但係同時間佢亦都係4部入面唯一係單喇叭配置嘅。咁講到喇叭，我哋比較下4部機嘅聲量同埋音質嘅 CMF Phone 2 Pro、Samsung A56、Honor 400嘅。最後 Poco F7 嘅。OK， 全平面嘅熒幕啦，光學嘅屏下指紋掃描器 sensor， 光學解鎖4部一樣嘅。反而係最後都值得一提係呢個 Poco F7 佢嘅 Snapdragon 8S Gen 4處理器有支援埋 WiFi 7、WiFi 7。而講到佢哋嘅熒幕，今次呢4部機其實喺大概2000至3000呢個價位，亦都各自品牌亦都有俾咗一個相對比較高等級或者係貼近到旗艦機體驗嘅熒幕俾佢哋。特別喺光亮度上面 ，Honor 400喺局部熒幕峰值嘅亮度去到5000 nits， 都係一個頂級旗艦嘅水準。Poco F7 嘅熒幕最高光亮度就去到3200 nits， 而佢哋嘅解像度亦都係去到 1.5K 嘅級別，稍微會比 CMF Phone 2 Pro 同埋 Samsung A56嘅 1080p Full HD Plus 嘅級別會高咗半級啦。CMF Phone 2 Pro 嘅局部最高光亮度亦都去到3000 nits， 而 Samsung 嘅 A56最高光亮度就1900 nits 嘅。實際上喺熒幕顯示上面，佢哋係可以做到貼近旗艦機嘅表現。4部機嘅熒幕都有支援 HDR 嘅播放，喺 YouTube 上面4部機都係可以播到 HDR 嘅影片，而再喺 Netflix 上面嘅認證，4部機都係可以播到全高清，有支援 L1 嘅認證啦。而當中嘅 Honor 400同埋 Samsung 嘅 A56亦都有支援 HDR10 嘅格式，而特別喺 Poco F7 上面有支援 HDR10 同埋 Dolby Vision 格式，佢會最齊全嘅。而最後喺硬件上面嘅補充 ，CMF Phone 2 Pro 喺香港有個版本，有8+128、8+256嘅，而 Samsung 嘅 A56亦都係12+256嘅選擇。Poco F7 同埋 Honor 400就有12+256同12+512嘅。咁跟住落嚟，我哋都會比較佢哋嘅效能啦、電池續航力同埋相機實拍出嚟嘅效果，邊一部機出到嚟嘅效果最好咧？最貼近一部旗艦機嘅表現咧？而相機就唔係 Poco F7 今次最大嘅重點，但係佢都有一個唔弱嘅配置，佢係有一個5000萬像素嘅主鏡頭 ，sensor size 係去到1/1.95寸啦。另外有一個800萬像素嘅超廣角鏡，反而喺 CMF Phone 2 Pro 主鏡頭係去到1/1.56寸，一個主流旗艦機嘅尺寸，一樣應用800萬像素嘅超廣角鏡，而佢係
唯一擁有遠焦鏡頭，亦都擁有5000萬像素，係一個50mm 2倍嘅光學變焦。而 Samsung 嘅 A56佢嘅3鏡頭當中有一個係一個超微距嘅鏡頭啦，不過佢嘅主鏡頭亦都係去到5000萬像素嘅等級，而佢係擁有1/1.56寸。反而係今次 Honor 400佢係直接上咗同我哋之前 review 嘅 Honor 400 Pro 一樣嘅2億像素主鏡頭，佢嘅 sensor size 亦都係去到同級1/1.4寸。實際出嚟嘅效果，反而喺超廣角鏡我哋都係留意到有一定程度嘅分別嘅，主要喺 Honor 400同埋 Galaxy A56有1200萬像素，對比 CMF Phone 2 Pro 同埋 Poco F7 嘅800萬像素超廣角鏡，的確就係細節上啦同銳利度上係有一定程度優勢啦，唔算一個好大嘅差距。再挑戰一下佢哋極限嘅喺呢一個半室內外啦，喺一個暗處 shadow 位影翻出去背光外面嘅高光位嘅。今次就睇到 Poco F7 嘅 HDR 冇另外嘅3部咁積極，價錢最入門嘅 CMF Phone 2 Pro 嘅 HDR 都係積極嘅，咁反而佢喺暗處嘅位係會拉到最高光嘅，而後面雲層嘅細節係可以完整拉翻嚟，實力都有機會反映喺價格上面啦。咁兩部接近3000蚊左右嘅 Honor 400同埋 Galaxy A56喺超廣角鏡上面嘅質素喺 HDR 嘅立體感上面會做得比較好嘅。夜景我哋都直接挑戰佢哋極限啦，喺呢一種終極苛刻嘅海景嘅城市燈光夜景啦，超廣角鏡嘅水準喺呢一度反而喺 CMF Phone 2 Pro 同埋 Galaxy A56係最積極將暗處成個藍天係拉到比較光亮嘅。而細節都係維持 Honor 400啦，同埋 A56稍微係會有1200萬像素 sharp 少少嘅。翻到嚟遠焦啦嘅表現，今次喺 Honor 400就有2億像素主鏡頭一直做呢個無損同埋數碼變焦嘅，而喺 Poco F7 同埋 Galaxy A56就用翻5000萬像素主鏡頭再做以無損同埋數碼變焦。反而 CMF Phone 2 Pro 上面有一個50mm 5000萬像素嘅遠焦鏡頭，實際出嚟效果啦，呢一組我哋直接去到2倍嘅變焦，效果會係相當之接近，反而有機會心理作用影響喺呢個 Honor 400上面2億像素遠焦鏡喺呢個2倍嘅位置，反而係有4部入面最多嘅細節最弱利嘅，但係差距係屬於微小嘅。咁今次我哋再驗證下唔同焦段所有鏡頭啦嘅實際效果嘅實力。主鏡頭喺1200萬像素輸出之下嘅實力，其實4部機係一個比較接近嘅水準嘅，冇一個極之大嘅差距。咁喺2倍嘅時間都仍然係一個相對比較接近嘅水平，但係我哋同樣都係可以隱約可以留意到 Honor 400嘅2億像素喺主鏡頭2倍 zoom 嘅時間係有出乎意料嘅驚喜。4倍變焦嘅時間其實都係比較接近嘅，咁但係都可以隱約睇到 Honor 400啦，同埋 CMF Phone 2 Pro 稍微會喺石材嘅雕塑或者係瓦片上面細節係會比較豐富銳利嘅，而呢個會係直接去到10倍嘅變焦。咁 Honor 400啦，同埋 Poco F7 佢哋主鏡頭一直做數碼變焦嘅效果都係驚豔嘅，而 CMF Phone 2 Pro 佢嘅2000蚊價位做到呢一個水準咧，亦都係有驚喜嘅。而喺極高倍數嘅遠焦上面 A56嘅算法稍微會比較 soft 一啲。最後係低光拍攝嘅主鏡頭同埋遠焦鏡頭變焦嘅實力，我哋都驗證一下嘅。咁今次喺主鏡頭上面，其實都可以留意到喺 Samsung A56同埋 CMF Phone 2 Pro 係有比較積極咁將暗處成個藍天或者係天嘅位置拉到比較光嘅。而但係喺極高倍數放大 crop 片張相嘅時間，喺 Honor 400嘅2億像素主鏡頭同埋1/1.4寸大 sensor， 咁喺呢度係有實際作用，係會比較銳利嘅。A56同埋 Poco F7 嘅水準喺呢度就比較近嘅，反而喺 CMF Phone 2 Pro 嘅主鏡頭就冇加入到光學防手震，咁佢唔能夠用一個長嘅曝光。極高倍數放大睇會睇到分別啦，但係整體成張相嘅光亮度上咧，都仲係始終考慮佢價位有驚喜嘅。實際出嚟張相嘅光亮度啦，亦都係有能力同到呢幾部價錢比佢高嘅手機係可以一拼。咁而實際真係極高倍數放大啦，咁 Honor 400嘅細節仍然都係會比較銳利嘅。A56同埋 Poco F7 嘅水平都係比較近，同埋 HDR 嘅動態範圍都係比較近嘅。反而 CMF Phone 喺呢度嘅高光位係有少少曝光嘅。反而係人像模式上面都係今年中階機 even 去到真係2000蚊嘅手機都係俾到驚喜嘅位置。邊緣運算啦，喺而家新嘅處理器同埋相機 ISP、頭髮絲或者係側面眼鏡邊框輪廓剪影，其實都係俾到一個高嘅精準度啦。同時間4部機嘅人像模式亦都係有支援 HDR 嘅運算，大背光嘅場景人像比較光，而背景高光位嘅細節係有拉翻嚟嘅。但係同一時間啦，留意到 Honor 400喺極大背光嘅場景之下，人像係比較光嘅，但係背景高光位都傾向冇完整拉晒翻嚟嘅。而 Samsung 嘅人像效果出嚟會比較柔和自然嘅。Honor 就有比較積極嘅柔膚，但係相對立體感都係比較足嘅。咁反而 Poco F7 就有一個明顯嘅柔膚同埋美顏嘅效果。
CMF Phone 2 Pro 咧，咁佢嘅價位比較低，咁但係佢仍然可以同到另外3部機係有得媲美或者係甚至一樣嘅效果，性價比都係有嘅。咁實際上呢4部機嘅強項啦，或者佢特別專長嘅位置都係有一啲唔同。特別喺效能上面，如果你係着重打機嘅話 ，Poco F7 佢嘅硬件反而會係呢4部入面最高階嘅，佢係直接上咗 Snapdragon 8S Gen 4一個 4nm 工藝嘅處理器啦。Honor 400係應用 Snapdragon 7 Gen 3嘅 ，Samsung 嘅 A56係應用自家嘅 Exynos 處理器，而 CMF Phone 2 Pro係 MediaTek Dimensity 嘅處理器。咁佢哋實際上面嘅表現喺 CPU 上面 Geekbench 6嘅多核心分數 ，CPU 嘅峰值效能輸出咧 ，Honor 400啦、A56同埋 CMF Phone 2 Pro 呢3部係相對比較接近，都係一個稱職中階機嘅水準。反而喺 Poco F7 喺效能上面會係比較突出，佢係可以做到 Snapdragon 8 Gen 3左右嘅實力。而喺打機表現、繪圖能力嘅測試上面 ，3D Mark Wildlife Unlimited Stress Test 20分鐘嘅壓力測試，亦都喺 Poco F7 上面係見到一個比較接近 Snapdragon 8 Gen 3嘅表現，上代旗艦機嘅水準。而喺實際嘅打機表現上面，我哋都直接入主題啦，用一隻對效能同埋硬件要求比較最高嘅遊戲 Genshin Impact 原神啦。喺 Poco F7 上面咁係可以用到最高畫質，所有嘅設定都係最高最極致啦，而係用60 FPS 係可以穩定流暢嘅水準。再喺小米 Poco 呢個 Wild Boost 4.0 嘅狂暴引擎之下，其實係可以再用智能插幀嘅技術，係將呢個60 FPS 嘅畫面再升頻去到120 FPS， 而肉眼亦都係見到明顯嘅分別，佢嘅畫面會係流暢㗎。反而係 Snapdragon 7 Gen 3嘅 Honor 400啦、A56 或者係 CMF Phone 2 Pro， 亦都可以用中至到中高嘅畫質，亦都係可以 deliver 到一個穩定同埋順嘅遊戲體驗。如果係好嚴格去區分嘅話，咁 CMF Phone 2 Pro 佢嘅 GPU 繪圖能力稍微係冇 A56同埋 Honor 400強嘅，咁佢喺中高畫質嘅時候偶爾係會有啲 frame drop， 但係都可以再微調一下佢嘅解像度啦，都係出到一啲穩定流暢嘅畫面嘅。好啦，翻到嚟，咁我哋喺最後睇電池續航力之前，仲有佢哋 AI 功能嘅一啲比較。咁喺呢4部入面嘅 Honor 400同埋 Poco F7 各自都有下放咗小米啦同埋 Honor 全套嘅 AI 功能，而喺 A56同埋 CMF Phone 2 Pro 亦都有各自品牌嘅一啲 AI 功能。A56係有呢個比較特別嘅 Best Face 功能，咁喺影相自拍或者係 group photo 嘅時間有眨眼，就可以喺呢度喺拍嘅時間開咗 motion photo 嘅功能。佢會做咗撳快門嘅前後做咗預錄啦，就可以後製嘅時候揀翻一個表情最好同埋冇眨眼個畫面。圖片編輯嘅 AI 都有嘅。而喺我哋嘅實際測試上面，佢同 Samsung 自家 S 系列旗艦機嘅表現就都仲係有住一啲分別。不過我哋可以應用 Google Photo 啦，咁係一樣都有 Magic Editor 嘅支援。咁喺 CMF Phone 2 Pro 上面一樣可以應用翻 Google Photo 嘅 Magic Editor。而對比之下，小米 Poco F7 同埋 Honor 400佢哋自家嘅圖片編輯功能，反而係除咗圖片編輯物件移除之外，喺 Honor 400同埋小米嘅 AI 係有支援到圖片嘅擴圖。而喺 Honor 400上面，亦都係有直接下放上次我哋喺 Honor 400 Pro 上次見到嘅將一張靜止嘅相片變成圖片嘅功能，亦都係有嘅。咁可以 mix and match 嘅配搭使用 AI 嘅擴圖變成闊視野啦，然之後再用呢個圖片變片，就將一張窄視野嘅相變成一個闊視野嘅片嘅。而其餘嘅 AI 操作，我哋喺 A56同埋 CMF Phone 2 Pro 上面就要用翻 Google 嘅 Gemini， 喺香港都係用 VPN 啦。咁當然4部機都係可以用到 Gemini 嘅。而喺小米嘅 Poco F7 同埋 Honor 400就有內建啦，佢哋喺文字嘅編輯、檔案嘅編輯係可以做到文章嘅整合摘要，有內建可以做到錄音變文字嘅 transcript 功能。而 Honor 同小米嘅 AI 亦都係有完整嘅廣東話支援啦。內建嘅語言翻譯將我哋嘅廣東話翻譯去對方聽得明嘅語言，再發聲嘅效果，咁都係喺小米 Poco F7 同埋 Honor 400上面有嘅。而再喺 Poco F7 有直接支援講電話嘅語言翻譯，可以同步做到將我哋廣東話翻譯對方聽得明嘅語言，再將對方聽得明嘅語言翻譯去廣東話朗讀俾我哋聽嘅。而最後喺電池續航力上面，全部喺香港買到嘅版本，各自分別喺 Honor 400有6000 mAh 嘅電池，小米 Poco F7 係上到6500 mAh嘅 ，CMF Phone 2 Pro 同埋 Samsung 嘅 A56就有應用5000 mAh 嘅電池。實際出嚟嘅效果，我哋用一半嘅熒幕光亮度都係播翻1個鐘嘅 YouTube 影片，睇1個鐘嘅 IG 或者係 Facebook， 最後玩1個鐘嘅 League of Legends Wild Rift。咁呢個係3個鐘嘅多媒體應用啦，有涵括到播片、social media 應用同埋有打機嘅。按比例去計咧 ，Honor 400嘅續航力啦，會係呢4部入面最強嘅，去到13.6個鐘。而喺 Poco F7 就做到13個鐘嘅 Screen On Time，CMF Phone 2 Pro 做到11.1個鐘，即係11個鐘06分鐘。而最後 A56就10.7個鐘啦，其實佢已經係 iPhone Pro Max 嘅效果㗎啦。
好啦，今次呢4部機咁不得不說，今次 Honor 400同埋小米嘅 Poco F7佢哋嘅側邊框效果喺視覺嘅衝擊感上面係最大嘅，俾到有一種旗艦機嘅感覺。Samsung 整體嘅觀感，佢嘅相機佈局啦、機身嘅佈局又會最似翻 Samsung 自家旗艦系列嘅手機。今次其中嘅2部 Honor 400同埋 Samsung 嘅 A56處理器效能或者係打機嘅表現都係有比較接近嘅水準，佢哋嘅價位亦都相對係比較接近嘅水平。而喺 Honor 400你會獲得一個更加大嘅電池 ，Honor 全套嘅 AI， 而喺 Samsung 嘅 A56會獲得額外再稍微精緻嘅做工，會見到佢喺金屬邊框嘅細緻比較多，同埋佢嘅防水等級會比較高。上手成部機嘅感覺，佢份量感或者係佢個紮實硬淨個感覺高一啲嘅。而喺小米嘅 Poco F7 同埋 CMF Phone 2 Pro， 佢哋嘅定價就會再經濟一啲，而 Poco F7 係有一個驚豔嘅處理器，特別係打機實際出嚟嘅性能嘅表現。而 CMF Phone 2 Pro 反而係4部入面定價最入門，但係相機係唯一有遠焦鏡頭，同時間有支援 microSD 插卡，亦都係4部入面嘅唯一。無論如何，今次嘅比拼，相信你哋亦都睇到今一年嘅2000至到3000蚊手機，佢哋嘅實力已經係相當有一定程度嘅高水準。咁最後嘅總結 ，Poco F7 就會係適合特別着重效能同埋打機性能嘅用家。大螢幕側邊框嘅效果非常之好，但係佢喺相機上面稍微有一定程度嘅折衷。CMF Phone 2 Pro 佢嘅遠焦鏡頭亦都係令到佢喺50mm或者喺4倍啦，或者係更加唔同多彈性嘅焦距之下影人像模式嘅彈性會比較大，而佢始終喺價錢上面會再經濟入門一啲嘅。Honor 400嘅主鏡頭表現相當之出色，而佢嘅 AI 功能亦都係完全全面嘅，而佢同時有大電池。最後 Samsung 嘅 A56特別係主鏡頭或者成個相機系統，再加上 Samsung 嘅算法，亦都係一個穩定嘅表現，而喺呢個價位有合理表現同均衡表現嘅一部中階機嘅。咁嚟緊我哋都會盡力再安排多啲唔同價位嘅手機測試啦，或者係對比添嘅。咁而嚟緊嘅季節亦都已經係一個接機嘅對決，唔想錯過最新影片咧，亦都記得歡迎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 同埋撳埋鐘掣啦，下次片第一時間同大家見面。